什么？在木星上登陆？木星有路让你登吗？这里有个残酷的事实，木星这个星球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你准备地面。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宇宙观是这样的，星球等于陆地，等于可以站上去，踩一脚，插面旗子，这才叫到达。但在2026年最新研究成果中，科学家对木星内部结构的理解又被彻底刷新了。木星可能从外到内都不存在一个清晰的地面边界，这不是科幻设定，而是基于最新重力场和内部结构模型推导出来的结论。换句话说，你就算拼了命往下钻，也很可能永远找不到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。远远看木星，它很美，像一颗柔软的奶油球，被一层层彩色条纹包裹，但那些条纹不是装饰，那是整个太阳系最狂暴的大气系统。最著名的是那块大红斑，它已经存在了至少300年，曾经大到可以吞下3个地球，就算现在缩小了，也依然足以吞掉一个地球。里面的风速最高接近每秒150米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地球上的台风可以让一座城市瘫痪，而在这里，你连被摧毁的过程都不会有，你只会在一瞬间被撕碎。但风暴还只是你能看见的危险，在你还没靠近这颗行星之前，致命的挑战就已经开始了。木星拥有整个太阳系最强的磁场之一，这个磁场不会保护你，它更像一个巨型粒子加速器，把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全部捕获，并在木星周围形成一圈极端致命的辐射带。那里不是环境恶劣，那是一个对生命完全不开放的区域。人类目前最先进的探测器朱诺号都不敢长时间停留，它必须走一条极端拉长的椭圆轨道，每次高速掠过，然后迅速逃离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尽量少暴露在辐射中。连探测器都在逃命，你如果坐在飞船里直接冲进去，本质上就是在主动走进一台已经启动的粒子粉碎机。现在我们把所有这些都忽略，假设你足够疯狂，也足够幸运，真的来到了木星上空，并决定继续往下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再是探索，而是一个无法终止的下坠。你不会降落，你只会开始掉下去。木星的引力远比地球强得多，一旦进入它的引力主导区域，你几乎没有机会再脱离。你的速度会迅速攀升，达到每秒几十公里的量级，这个速度大约是子弹的几10倍。然后你会撞上木星的大气层，不是进入，是撞上。那一刻，前方的气体会被你的高速挤压到极致，温度瞬间飙升到数千甚至上万度。从远处看，你驾驶的已经不再是一艘飞船，而是一颗正在燃烧的流星。更致命的是减速，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每秒几十公里降下来，你所承受的过载可能达到远超人体极限的水平，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重力。人体通常在9倍重力就已经接近极限，再往上，血液无法正常循环，内脏开始失控移位，大脑迅速缺血。所以现实情况是，你甚至来不及看到木星，意识就已经消失了。但如果，只是如果，你拥有一艘完全不受现实物理限制的飞船，它能扛住辐射，扛住高温，还能持续提供稳定推力，让你慢慢减速，缓缓下降，那么真正诡异的部分才刚刚开始。你会进入木星的上层大气，这里的气压大致接近地球海平面，
温度在零下100度左右，听起来好像还可以接受，但问题是，你周围没有可供呼吸的空气，这里只有氢气和氦气，占比接近全部。你漂浮在一个没有边界的气体海洋里，没有地面，没有方向，甚至没有上下的直觉，而你脚下的世界还在继续向下延伸，没有尽头。你继续下降，一开始变化还不算明显，只是风变得更乱，气流更重，云层越来越厚，但很快一切开始失控，气压在疯狂上升，不是一点点增加，而是指数级暴涨，往下几十公里，翻几倍，再往下上百倍，上千倍。如果说地球上的潜水是一层一层往深海压下去，那你现在面对的是一整片没有底的持续变重的天空。很快你会意识到一个诡异的变化，周围的大气不再像气体，它开始变得有重量，有阻力，甚至有质感。云层不再是飘的，而是像一层一层正在缓慢流动的厚液体。你的飞船也不是在飞，而是在游。这一刻，木星的本质开始暴露，它不是一颗气态行星那么简单，它更像是一颗没有固体表面的流体星球。与此同时，温度开始反常上升，从零下100度一路爬升，很快回到0度，然后100度、500度，继续下去是几千度。按常识，这种温度下一切早该沸腾、蒸发、失去形态，但这里没有，因为压强太大了，大到足以把所有物质强行锁住，它们无法膨胀，无法沸腾，只能被压缩在一种你难以想象的状态里。你现在进入的不是气体世界，而是一片由液态氢构成的无边无际的深海，没有海面，没有海底，只有越来越沉的深处。继续往下，压强达到几百万、上千万个大气压。做个对比，地球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大约1000个大气压，而你现在面对的是它的上千倍以上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最离谱的事情发生了。氢，这种宇宙中最简单、最轻的元素，开始发生相变。它不再是气体，也不再是普通液体。在极端压力下，氢原子被挤压到几乎没有空间，电子被挤出原有结构，变成可以自由移动的状态。于是这片区域变成了一种全新的物质——金属氢。听起来像科幻，但它是真实存在的理论与实验目标。这一刻，你周围的世界彻底变了。你不再是在气体里，也不是在水里，你是在一片可以导电的、温度高达数千甚至上万度的金属海里。如果你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幕，那你看到的将不是风暴，不是云层，而是一整片缓慢流动、带着金属质感的深渊。而更关键的是，这片金属氢海洋并不安静。2026最新研究成果表明，木星磁场的结构比传统模型更复杂，这说明其内部金属氢的流动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剧烈和混乱。你脚下这片金属海本质上是一个持续运转的行星级能量系统，你越往下，越接近这个发动机的核心。但这里最诡异的不是高温，不是高压，而是你开始掉不下去了。随着密度不断增加，周围流体的密度逐渐接近你的飞船。当两者接近时，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力量开始出现，浮力。是的，在这颗没有地面的星球上，你居然浮住了。你关闭引擎，没有继续下沉，也没有上升，你被稳稳地拖在某个深度，没有地面，没有边界，
但你却停住了。这一刻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强的错觉，好像你到达了，但问题是，你脚下依然是无穷无尽的深渊，你上方是刚刚穿过的地狱，你只是卡在了某个密度刚好平衡的位置，像一粒尘埃，悬在一片没有尽头的液体宇宙中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算不算登陆？你没有坠落，也没有前进，你停住了，但你没有踩到任何东西。如果停住就算到达，那你已经完成任务。可如果必须有地面才算，那你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完成这件事。而更残酷的是，即使在这个位置，你也待不了多久，因为你周围的环境仍在缓慢变化，温度在升高，压强在波动，流体在运动。这不是一个可以停留的地方，它只是一个暂时没有立刻杀死你的区域。如果你不甘心，如果你执意要继续往下，那接下来你要面对的就不再是环境极端，而是材料、结构乃至人类认知本身的极限。温度继续上升，几千度不再是极限，深层区域可以达到上万度，压强也在不断突破，几千万个大气压已经不是终点。在这种条件下，我们熟悉的材料，金属、合金、复合材料都开始逐渐失去原本的结构稳定性，它们不会断裂，也不会融化成你理解的液体，而是进入一种更加混乱、更加不可预测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不是你撑不住环境，而是材料这个概念本身开始失效。再往下，你接近一个理论上的终点，也就是木星的核心区域。传统模型认为，这里应该存在一个由重元素构成的核心，主要是铁、硅等，质量大约相当于10到40个地球。但近些年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更诡异的答案：木星很可能不存在一个清晰的固态核心，而是一个被称为稀释核心的结构。重元素没有集中在中心，向外扩散与金属氢逐渐混合，形成一个范围巨大的过渡区。这意味着核心不再是一个点，而是一片逐渐变浓的区域。你永远无法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到达最底部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切听起来太像想象，但人类确实已经做过一次投身木星的尝试。1995年，一个探测器从伽利略号上分离，直接冲进了木星大气。它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17万公里。在极端高温与高压中，它坚持工作了大约1小时，一路下降约155公里，传回了宝贵的数据：温度超过150度，气压达到地球的20多倍。然后信号中断，没有爆炸声，没有最后画面，只是安静的消失，像一颗石子掉进一口没有回声的深井。几年后，伽利略号也主动结束了自己的使命，它被刻意引导直接坠入木星。原因很简单，避免未来失控撞上可能存在生命的木卫2欧罗巴。于是人类目前为止最重要的2次木星接触结局都一样，被吞没。没有残骸，没有遗迹，甚至没有留下痕迹这件事本身。如今新的探测器还在继续工作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掠过、测量、分析，但始终保持距离，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，这个地方不是用来抵达的，它只允许你靠近，不允许你停留。说到这里，
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：人类为什么这么执着于登陆？一定要踩到地面才算真正到达吗？对地球来说是的，对月球来说也是，但对木星这种世界，地面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存在。你可以进入它，穿过它，但你无法站在它上面。有些地方不是你去不了，而是宇宙在设计它的时候就没有给站立这个行为留下任何空间。所以小总结一句，木星最恐怖的地方不是高温，不是高压，也不是那片能杀死一切的辐射带，而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登陆这件事本身。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，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发展出足够强的技术，可以一路下潜到木星最深处，但依然找不到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，那这次任务算成功还是失败？欢迎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。这里是科学幻想号，我们不只带你看宇宙，更想带你看清常识是如何被一点点击碎的。如果这趟旅程让你有点上头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次继续往更离谱的地方出发。